陈师傅说要过来跟我学习挖鱼塘的技术，我也是服了，我就随口说一说，他还真来。来就来嘛，还一点东西也不带。我这压底箱的技术能说教就教吗？不过来都来了，我还是要尽一下地主之谊，这个饭还是要请他吃一顿。陈师傅，我看你比较瘦，给你搞点小海参778补一补。吃完饭他就问我什么时候教他挖鱼塘。我跟他说啊，你先不急，我带你到常德有名的地方逛一逛。带他到常德思强武林阁步行街这里，他看到一个美女在跳舞，硬是喊他都不愿意走。逛完步行街，来到大小活该，看到一个非常气派的龙虾馆，硬是要我请他吃龙虾螃蟹。我也是服了，我直接是韭菜拌鸡蛋，吃完你赶快回家。第二天天还没有亮，我就给他留了一个字条，有急事先走，我们有缘再见。甩掉了陈师傅，我就开着我的挖机过来挖鱼塘了。东家4000块钱挖了一个鱼塘，但是一滴水都不装，问我有没有什么办法让这个鱼塘装水。说到堵路，那这我就非常的有经验。鱼塘漏水，要么底漏，要么堤坝没做好，因为具体不知道哪里漏，这两个地方我们都需要重新给它修整一下，弄一弄。我们先把鱼塘里面的一些杂草还有很多的嘟脑壳全部给它清理干净，清理完之后给它全部堆到这上面来，到时候老板好搬回家，冬天的时候晒火烤腊肉。为了确保它的堤坝能够不漏水，我的思路是把原先的老堤坝全部挖掉，挖的比旁边的地还要深1米，然后再重新填土。老板再灌水把头打湿，我在里面再来来回回反反复复给它压来压去，给它和成不干不稀的泥巴，这样就能达到堵路的效果。这前面不是陈师傅吗？他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？我也是服了，这都被你找到了，这不教你点东西好像说不过去。我把我这堵路的技巧教给他，他竟然不理解，还说我把好好的堤坝挖了，挖完之后又重新挖回来，纯粹就是在这里磨阳光。又带着疑惑去问老板，你花这么大的代价到底是为什么？你这要养多少鱼才能够回本？其实我们这里家家户户喜欢挖鱼塘，最主要的不是为了养鱼，而是为了配风景。建房子的地方最好是后有山，前面望眼欲穿，还要有水，这样有山有水，前面又非常的广阔，这一从房里面出来就心情美美哒。所以老板才会花如此大的代价，也要让这个鱼塘装水。整个堤坝挖完，我又重新肥田，然后老板灌水，我再来来回回反反复复一层一层的给它压起来，最后一层做起来堤坝不要那么宽，那我就用斗背使劲的给它拍紧实，拍得邦邦硬，一定要给它把这个堤坝整得不漏水。整个堤坝做成型，然后我就把挖机开下来，为了彻底把路堵住，这个坡我反反复复拍来拍去，拍了一遍又一遍，硬是要给它拍得邦邦硬。给你们听一下我拍坡反正的声音，就知道我这个堤坝整得有多结实。经过我反反复复拍来拍去，这个堤坝就算是可以了。下面再稍微削一削，给它削直一点，我们就可以去把里面给它整一下。鱼塘里面的坎比较高，一下雨容易垮掉，老板要我给它在下面做一个台阶。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要为了美观一点，我把上面稍微修整了一下，然后拌点鱼塘里面的这些泥巴，再给它筑起来，同样的给它烫一烫，搞光滑，这效果看起来就非常的棒。堤坝的漏水到这里已经算是全部解决了，现在我们就要解决塘底漏水的问题。在我整堤坝的时候，我就要老板给塘底出了很多水，然后我再把整个塘底给它翻一遍，拌一拌，给它拌成稀泥。就算全部拌成稀泥，我觉得还不保险。刚好老板家里面还剩了一些石灰，我要它全部给它倒到鱼塘里面去。大家都知道这石灰干了之后有多硬，经过我这个泥巴石灰这么一拌，我不相信它塘底还会漏水。最后我就把挖机开下来，在它鱼塘里面玩泥巴和稀泥，给它和得越稀越好。
我不相信啊，经过我这么搞了之后，它这个鱼塘底下会漏水，那除非是见了鬼。收一收，扫一扫，塘底搞平整，然后我们就爬上去。面板上沾了点泥巴，有点溜，不过问题不大，轻轻松松就开上来了。不愧是开上来之后，再把剩下的一点点不平的地方扫一扫，弄一弄，搞平整。今天鱼塘堵漏我们就搞完了。搞完之后，我们看一下效果。老板非常的满意。最后结完账，我走的时候又教了老板一个小妙招，就是你可以用水每天给堤坝都洒水，用水压渗透进去，让这个堤坝更紧实，这样100%绝对不会漏水。搞完收工，我们下期见。就很棒。今天干的这个活，我觉得不应该收钱。我拖着挖机从这里经过，一位大爷招手拦住了我，要我帮忙给他把一个危房拆了。话都还没有说完，他就掏出2包烟。那这还说什么？我直接就开始下挖机，距离稍微有点远，我开了差不多10分钟才到。干活之前，我也大概了解了一下老爷爷的精神。了解了之后，我感觉非常的惊讶。这个废弃的房子不是他的，房子的主人早就在城里面买了房，这辈子可能都不会再回来了，不然也不会让老宅破成这样。老爷爷的房子就在他对面，每次看到这个房子，他总觉得会有安全隐患，要是有小孩跑进去抢倒了怎么办？然后他就联系了房子的原主人，问他能不能够把这危房推了。原主人说，你随便弄，反正我以后也不会回来了，别到时候搞出事来还要找他麻烦。今天他准备走路去赶场，刚好又看到我挖机从这里经过，就拦住了我，要我用挖机把这个隐患拆除了。这世界上像他这种不为己的人，我觉得他非常的高尚，对自己一点利益都没有，还愿意花钱去做，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听过的一句话：善良的行为使人的灵魂变得高尚。整个废弃的房子不是很大，我3下5除2，几分钟就给它搞完了。搞完之后，老爷爷硬要塞给我200块钱，说不能让我吃亏。你们说我这到底收不收？今天废弃的房子就拆完了，搞完收工，我们下期见。就很棒。